舅舅今天煮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煎面线糕。有个网友留言说，家里小朋友过年时零食糕点吃多了，搞到年过了都没什么胃口，问我怎么办。所以舅舅翻了翻旧食谱，将这面线糕重新编写，更符合小朋友胃口，年轻妈妈或小朋友都会喜欢。大家一起来看看。首先，将10克虾米用清水泡软，这是包菜，也有人称高丽菜，3至4片，这里重约180克。中间这叶梗比较硬，先切出，保留做其他料理。包菜多或少一点都可以，150至200克都行。做这料理，舅舅比较喜欢选购来自金马伦的包菜，口感上不会太硬，特别适合。包菜按扁，再切成丝，顺叶脉或逆叶脉切丝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切得太粗，不然成品就硬了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将切好的包菜放入料理盆中，静置待用。锅内倒入3至4大匙的食用油，40克红葱片冷油下锅，炉开中低火将葱片爆香。待红葱片油爆至视频中这状态，表面微微金黄色后，这时候再将30克蒜末加入。这蒜末不需剁得太碎，保留小颗粒，油炸后会比较香酥。葱姜油炸至金黄色后离火，沥干油分。原货不需清理，将剁碎后虾米倒入，炒一炒，不用再加油，只用货内残留下的一点油就好，这样将虾米炒香就行了。炒香后的虾米碎倒入切好的包菜丝内，再将半份冷却后的葱蒜酥加入，备好4个鸡蛋，这里只敲入1个，再拌一拌匀。加入这鸡蛋主要是让包菜丝起一点粘黏效果，后续会比较容易处理。拌匀后先搁置一旁待用。锅子里适量清水，大火煮开，水必须煮至沸腾。舅舅今天用的是这个手工面线，一包的重量是120克，所以需要多开1包，另取1片加入。水开了，将160克面线倒入，待面线吸饱了水，沉入后，再用双筷子轻轻拨散，不要用力搅动，面线才不会稀碎。面线烫个50秒至1分钟左右，就要离火，直接沥干水分。趁面线还很热时，倒入1个圆盘中，加入刚刚沥出的炸葱油，这油不能太少，否则面线拌不开。将剩余的葱酥全部加入，这面线本身已自带咸味，所以就不需再添加其他调味料了。再说这葱油酥也足够香了。面线拌匀后，再轻轻摊开，整成个圆饼状。整个过程动作都要放轻，尽量不将面线扯断，最终成品才会好看。好了，完成后静置备用。将另3个鸡蛋敲入碗中，取出2至3株青葱切细，接着将青葱加入蛋内，再加入1大匙生抽拌匀。取一个直径22至24公分的平底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全程用最低火，油热后再将蛋液倒入。接着是备好的包菜丝，此阶段动作要保持连贯，不然底部的鸡蛋熟透后，这包菜丝就不容易粘上了。轻轻将包菜丝摊平，
再将预先备好的面线，像视频中一样，手握的盘子一点倾斜，让面线饼顺着盘子轻轻滑入，这面线离盘后就不容易移动了。这部分要拿捏得好。接着用铲子将面线按扎实一些，这样做，面线底下的其他食材也会比较扎实，面线与包菜也会贴合得更好。这边边也要稍微整理一下，成品边缘才会完整美观。煎中要拿起锅子，像视频中一样轻轻摇晃，确保底部蛋液受热均匀且不粘货。大约煎了4分钟左右，就会溢出一股蛋香味。这时候用铲子将面线膏一角轻轻撑起，觉得色泽够焦黄了，用刚刚拌面线的盘子盖上，翻过来，将面线直接倒扣在盘里，原货再加一点油，再将面线膏直接滑入，加一点油，才可以将面线表面煎得脆脆香香的。面线这一面也需要煎个2至3分钟。一样将锅子稍微摇晃，确保面线没粘锅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有没有听到底下面线脆脆的声音？撑起面线膏看看。哎呦，差不多了哟。是的，这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完成后的面线膏趁热吃，特别酥脆美味，也可以另备个酱搭配。小朋友会更开心。在2大匙美乃滋内加入1大匙瓶装辣椒酱，这辣椒酱甜甜的，基本不辣。再一点点黑胡椒粉，拌一拌匀后倒入挤花袋，直接挤在面线膏上。面线膏经这环节处理后，特别能够让年轻人与小朋友们接受。哇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舅舅马上切一片给你尝尝。舅舅今天用的是直径24公分的锅子，成品会比较扁平一些。如果用22公分的锅子，膏体就会比较厚。这内部结构很完美，完全熟透。这煎面线膏如果趁热享用，口感上外脆里嫩，香香的，很好吃。因为制作视频的关系，降温了，可是还是很美味。是的，太好吃了啦。作为早餐或下午茶是个很不错选择，小朋友带去学校当点心也很好。对，会开心啦。而且有蛋有菜，真的足够营养。底部的面线煎后是这样子，还好没忘了分享给大家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大家帮忙订阅，也请帮忙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谢谢大家陪伴。谢谢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爱你们哟。